唉，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我还要惨的穿越者了吧？居然成了傀儡皇帝，就连整个皇宫也都是大将军李超的走狗，这就是天崩开局啊！陛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赵热，明面是我的贴身太监，暗地却是李超安插在身边的眼线。陛下，没有大将军的命令，您不能离开寝宫。放肆！朕乃大前天子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朕要去哪里，还需要经过他的允许。陛下，您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大将军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！您难道忘了1个月前御花园的那场刺杀了吗？放肆！赵让，你这是在威胁朕！陛下息怒，小的怎么敢威胁您啊？小的完全是为了陛下着想。好一个着想！赵让，你真以为有李超的乱臣贼子撑腰，朕就不敢杀你吗？陛下，您是95之尊，小的岂敢冒犯？不过您若是执意要离开寝宫，只怕会让大将军为难呢。陛下，您最好老实一点，否则……我堂堂一位皇帝，竟然连自己的寝宫都出不去，乱臣贼子都该死！叮咚，检测到宿主的强烈欲望，神级暴君系统激活。暴君系统，吕布模板，我这是要起飞了！吕布模板，这力量竟然如此恐怖！既然是暴君系统，赚取暴君点的方法就是做残暴之事。那我若把宫内这些李超的走狗都杀了，应该勉强算得上残暴。宫内这些李超的走狗，就先从你开始吧。现在，肃清开始！乱臣贼子都给我死！系统，投放赤兔马。这就是天崩。至少有4000人。哼，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少暴君点，才58吗？系统，怎么才这么点？宿主，想要获得更多的暴君点，你得先把你所做的残暴之事传播出去，广为人知。这样吗？系统，我要抽取兵团。叮咚，暴君点减1，恭喜宿主抽中白袍军，随机人数5000。白袍军，检测到宿主抽取到了白袍军，是否关联抽取陈庆之？抽！系统，我要关联抽取。叮咚，暴君点减5，恭喜宿主抽中陈庆之。系统，我要召唤白袍军和陈庆之。末将陈庆之率白袍军参见陛下，愿为陛下扫平天下。爱卿不必如此多礼，快快请起。所有人听令，给我把皇宫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是董波的声音，李超底下的走狗，当初就是他带兵屡次三番血洗皇宫。哼，董豹是吧？今天就跟你好好算一场。好了，庆之，外面那群叛逆，朕就交给你和你的白袍军了，不要让朕失望。末将遵命。白袍军，随我杀敌！白袍军，随我杀敌！快准备迎敌！这到底是哪里来的骑兵？皇宫内怎么会有这种军队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陛下，末将幸不辱命，叛贼尽数歼灭，贼首董部擒至。庆之，干得不错。陛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过是个没用的废物罢了。废物？董部，你真以为朕是个废物？
难道不是吗？当初若不是大将军让我提前除掉你那5个哥哥，就凭你这种黄毛小儿也配登基？你的权力早就是大将军的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看来朕伪装的很不错。伪装？朕若不装的废物一点，怎会给你们机会？怎会让你们放松警惕，露出破绽？这些年，你奉李超之命屠戮忠良，把朕压得死死的。你以为朕真的怕了？不，朕一直在等机会，而现在，机会来了。秦正，是我们太小看你了，但你别得意，大将军手握30万大军，等他班师回朝，你就死定了。朕的死活是以后的事，但你董家全族今天必死无疑。带上囚车去董府，朕要让他亲眼看着全家死绝。秦正，你敢动我家人，大将军定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秦正，不，陛下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杀我一个就好，饶了他们。当年你们清洗前京大肆抄家，那些忠臣家眷也曾这样求你吗？今日，朕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先把董部之子斩了。父亲，救救孩儿！不，秦正，你这个暴君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朕就是暴君，你又能如何？你什么都干不了，只能看着。一个不留，全部给我斩了！秦正，大将军会为我们报仇的，你等着！朕等着呢。暴君，你不得好死！接下来该轮到你了，李超。虽然你现在不在前京，但你的妻儿老小，你李家全族好像都在前京吧？哼，那就让朕先找他们收点利息。陛下，末将已将李府围得水泄不通，所有出入口均已封锁，破门器械现已备好，只等陛下一声令下，即可破门。很好，那就破门吧。陛下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东西，别在朕面前装糊涂了。这些年来，你们李家施加在朕身上的羞辱，朕要全部的1五1十的统统还给你们。陛下不会以为您趁着前京兵力空虚，用着区区几千兵马勉强控制了局势，就万事大吉了吧？老夫之前早已派人出城送信去了。我李家长孙李武不出意外，明日他就会领兵回到前京。老东西，你这是在威胁朕？陛下，您现在停手还来得及，否则等五儿带兵回来，一切就都晚了。哼，装模作样，老东西，区区5万兵马就想威胁朕，你也太小看朕了。来人，给朕把李家全族上下所有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统统抓起来，全部押入天牢。放开我！走，陛下，您最好再好好想想，我们李家可不是好惹的。朕很清楚，带走。昏君，受死吧！找死！德儿，德，他就是李德是吧？李超最宠爱的小儿子，聪明仁爱，看起来也不怎么聪明嘛。陛下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求您念在他年幼无知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孩子，年幼无知，
朕不觉得。秦胜，你这个暴君，你不得好死，你死定了！来人，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，送去给李超。秦正，你会后悔的，超儿不会放过你，我李家不会放过你。继续押送，一个不留，统统关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其余人跟我进府。抄家。陛下，初步搜查，总计搜出黄金约150万两，各类稀有宝石1000余颗，古董字画100余件。哼，54宫的李家真是好大的胃口。继续搜，给朕掘地3尺，朕倒要看看他的胃口有多大。是。庆之，何事让你如此失态？启禀陛下，末将在书房发现本秘册，虽烧毁大半，依旧可见李家的贪婪与狼子野心。好，朕以为1500万两已是极限，竟只是个零头，整整3亿两，相当于大前15年税收总和。秘册记载，有2亿两已送到大夏，落入大夏摄政太后李彪长女李明珠手中，剩下的1亿两用来收买朝中无数官员，用我秦家江山养出属于他李家的大夏太后。难怪父皇驾崩时10万禁军被李超轻易控制。李家好算计啊！叛党林立，朝堂腐朽，朕定会让你们明白背叛朕的下场是什么。系统，抽取谋士。京东暴君点减1，恭喜宿主抽中谋士贾诩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将黔京城内所有叛贼逆党一网打尽。你且快说来给朕听听。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就必须先逼他们主动跳出来。文和，你且继续说，怎么个逼法呢？陛下，微臣此计核心在于杀。微臣认为，可从今晚开始，每隔半个时辰，就在这份密册上随机选择一人，然后将其满门抄斩。好家伙，不愧是毒士，下手就是猛，开局就是满门抄斩。不过朕喜欢。同时，暗中大肆放出消息，说陛下从李家手中得到叛党名单，打算将名单上的人统统清算，一个不留。等消息传开，叛党必定人心惶惶，届时他们定然会秘密联合，集结各府家兵反抗陛下。文和，你这一计实在太妙了，朕很满意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陛下谬赞，臣不过烧回权宜之计，接下来还需陛下运筹帷幄，及陈大人鼎力配合，方能成事。请之。末将在。户部侍郎刘操图谋不轨，密谋造反。朕要你现在就给我带兵前去，将他诛灭全族。是。陛下，既然陈大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，那臣也该行动了。你且去吧，我会调500白袍军协助于你。臣遵命。陛下，臣保证，今夜之后，黔京之内那些叛贼逆党，无一人能睡得安稳。很好，文和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去准备吧。怎么办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都怨你，让不要跟李家接触，让你不要收李家的东西。现在好了吧？夫人，不用担心，一旦失去了我们这些朝廷的中流砥柱，整个朝堂运转都会中断。那秦政小儿只敢诛首恶，绝对不会也不敢对吾等出手。老爷，此话当真？不好了，老爷，府外来了一群官兵，把我们刘府给团团围了起来，似乎还带了破门器械。什么？官兵真的杀来了！围死刘府，不许走脱一人。破门！奉陛下旨意，叛贼刘曹勾结李超逆党，祸乱超纲，罪当满门抄斩。动手！饶命啊！
不要杀我，我不想死啊！爹，救我，救我！秦正小儿，你不得好死！将军不会饶了你的，还有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！将他们的头颅与尸体全部送至城内各处闹市街头，让钱京内的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就是李贼同党的下场。事情越闹越大了，短短不过3个时辰，钱京就已经被那小皇帝搅得天翻地覆了。那秦正小儿简直是疯了！诸位不必惊慌，不过是区区一个黄毛小儿罢了，他翻不出什么浪花来的。诸位同僚，你们莫要忘了，李家这些年培植的党羽何其之多。李彪那老东西估计早就在皇宫发生变故的时候就已经传信出去了，所以那秦生小儿他蹦跶不了多久的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刚刚传来消息，陛下突然派人将户部侍郎刘大人满门抄斩了，一家老小无一幸免，尸体与头颅全部都被扔在了南市街头之上。而且小的还听说，陛下从李家手中得到了一份名册，名册之上记载了所有李家的同党。陛下说要对名字上的所有人进行清索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陛下，文和，昨晚真是辛苦你。陛下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臣不过是在干臣应该干的事情而已。对了，文和，你突然一脸喜色的来找朕，莫非是有什么好事？启禀陛下，微臣有一计，能让陛下更早将城内的李贼乱党一网打尽。文和，快说来与朕听听。陛下为何不利用一下天牢之中的李家人呢？陛下若是将李家人关入囚车，巡城游街，不仅可以稍泄心头之恨，还能让那所谓五世四公的李家声名俱碎，更可以让那些李贼乱党们越发的坐立难安，心思不宁，惶恐忧虑，迫使他们更早的狗急跳墙，自投罗网。天哪，那是李家五世四公的李家，居然真的被关进了囚车！听说连前任太尉李彪都在其中，这可是位高权重的大官啊！秦正小儿，你怎敢如此羞辱我李家？你给老夫等着！今日之辱，来日老夫必定10倍、100倍还之！文和，出何事了？陛下，微臣有2件事要禀报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第一件事，有人正在大肆污蔑陛下，说陛下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，以至于眼下城内百姓人心惶惶。臣有一计，可瞬间扭转局势。扭转局势？不可能扭转局势。不必急，先让这件事情再发酵一阵吧。朕这个暴君可还没当够呢。第二件事，白袍军斥候传回消息，在钱京西约100里外发现了逆贼李武大军的行军踪迹。不出意外，最快明早，最晚明午，他们就能兵临钱江城下。好，很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让他们来吧，朕等着他们。说起来，我现在有多少暴君点了？当前暴君点119875。来吧，系统，我要抽取兵团。叮咚，暴君点减10万，恭喜宿主抽兵团魏武卒，随机人数1万。居然是魏武卒！有了这1万魏武卒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秦正那个小皇帝彻底疯了！我们若是再坐以待毙，迟早和其他人一样被灭门！是啊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吗？从昨夜到今天中午，差不多每过半个时辰，就会有一个同僚被满门抄斩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得死！秦正小儿知道自己搞了这么一出，等李武带着大军赶回来，自己肯定死定了。他这是打算临死前拖我们下水，拉我们垫背。诸位，眼下情况已经很明朗了，秦正小儿已经疯了。若是再不动手，我们的下场只会和那些被他灭门的人一样。我们应当联络城内所有同僚，等天一黑，我们就直接动手。
陛下，微臣刚刚得到消息，城内的那些叛贼逆党们已经彻底坐不住了。哼，终于跳出来了。朕倒要看看，这京城还有多少未知的妖魔鬼怪。哼，他们要狗急跳墙了。若不出微臣预料，天一黑，他们就会动手。哼！都到齐了吗？回禀大人，已经齐了，总计约6700余人。陛下，是您逼我的，是您逼我们的。不对，太安静了，莫非是被他察觉到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可不能让他跑了，否则一旦让他喘过气来，像那支白袍军会。快！破门！给老夫破门！不能让小皇帝跑了！谁先抓住小皇帝者，上千斤！不可能！你这个傀儡皇帝，怎么可能藏了4、5千骑兵，还藏了这么多重甲步兵？想知道，去问阎王吧。好，你跑得掉吗？陛下威武！陛下威武！全军听令，接下来就到清算时刻了，给朕杀！王大人，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传来？诸位不必如此担心，那小皇帝手中不过区几千兵马，且大部分都已外派，皇宫几近空虚。而我们这次凑了足6、7千兵力，还有兵部尚书亲自率领，今晚起事绝对万无一失。不错，王大人出马，必定马到功成。诸位，将来应该是好消息来了。不好了，老爷，我们失败了！陛下有旨，全部抓起来，押入天牢。明日午时，这些逆贼与其全族妻儿老小一并问斩。陛下，微臣幸不辱命，所有参与叛乱的权贵，连同他们全族妻儿老小，接近3000人，已全部缉拿归案。好了，此事已了。文和，这2天真是辛苦你了，快去好好休息吧。微臣领旨。只是这离伍之事，我已经派遣陈庆日前去伏击了。陛下英明，微臣告退。孟德，还有多久能到前京？启禀将军，按照我军目前的行军速度，估计只需2个时辰左右便可抵达。秦长小儿，居然趁我不在欺压我李家，李家所受之辱，我定要叫你血债血偿！传我号令，全军出击！将军，底下的将士们都已经非常疲惫了，眼下我们距离前京不远，士卒体力不支。而据我所知，那小皇帝手中那支军队乃是一支骑兵，若是……孟德，你太谨慎了。秦政那个小皇帝手中不过区几千兵马而已，怎么可能来偷袭？哪来的马蹄声？随我上！快列阵，滴血！别慌，拿起兵器，快列阵！挡住他们！快挡住他们！主公，我军疲惫，如何挡得住？撤吧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！该死的秦政，居然真敢派兵来袭！
我们撤！快追！不能让他跑了！前面穿黑甲的是李武，前面骑黄马的是李武，快追！不能让他跑了！完了！7进7出，以区区5000兵马大破5万敌军，斩敌8000，俘虏2万，甚至还擒获了敌将李武。哈哈哈哈！放心吧，李超，朕暂时不会对你李家的其他人痛下杀手。朕要当着你的面，在前京的城头之上，将你李家全族满门抄斩。武儿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带着5万大军赶来前京了吗？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祖父，孙儿败了。败了？你有5万大军啊！怎么会败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秦州小儿，他竟然敢带着兵马出城伏击，孙儿实在是没有料到。他出动了多少兵马？应该不足5000。什么？不足5000？武儿，你可是有整整5万兵马呀！废物！李家的人果然都是废物。掌控朝堂5年之久，却让一个黄毛小儿在你们眼皮下积攒了上万精兵，手握5万兵马，却被区区5000人打得全军崩溃，甚至主将被擒。什么？上万精兵？他哪来的兵马？是啊，哪儿来的兵马？你们李家不是一直把朝堂掌控的滴水不漏吗？不是一直把秦正小子盯得死死的吗？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精锐，连你们都毫无察觉？吵什么吵？陛下旨意，除李氏以外，所有叛贼今日5时3刻于前午门前斩首示众。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能死！我要见陛下！听说今天要斩100多人呢，全是5品以上的大官。什么斩100多人？是要满门抄斩100多户？真的假的？午时已到，斩首开始。从5品下，大理正、吕侯，罪同参与叛乱，满门抄斩。斩！这些人平时在朝廷里作威作福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落得如此下场。原来这些官老爷们也不过如此啊！正1品，司徒王德发，罪同参与叛乱，满门抄斩。如陛下早日有此等杀伐果断之姿，臣等何必如此啊！斩！大将军，这是从前京那边送过来的。前京送来的，给本将军打开。是。啊，德儿，小皇帝，你安敢如此！我要杀了你！大将军冷静，属下还有2件事情要禀报。什么消息？第一件事，小李将军的5万大军遭到了那秦正小儿派出的5000白袍骑兵夜袭，一溃千里，实不存疑。这不可能！
绝对不可能！吾儿手下可是有整整5万大军，虽然并非王牌，但并非新军，算得上是精锐，怎么可能会被区5000兵马击溃？大将军，我在得知此事后也不愿意相信，然事实就是如此。秦正小儿，趁本将不在，竟关我族人，杀我德儿，此仇不报，我李超誓不为人！传我命令，命华妃率领铁血军杀回前境。抽取完毕，当前暴君点剩余10万。臣等拜见陛下。荀彧，朕命你为大秦丞相，即刻开启科举，为我大秦选才，充实百官。臣遵旨。居易，朕命你为司隶校尉，率领先登死士，拱卫皇城。我要这前京城里只能出现朕的声音。末将领命。陛下，根据第一天的情报，从西前关那边来了一支大军，数量大概在5万左右，正朝着前京而来，预计大概10日后就能抵达前京。竟然只派了5万兵马过来，还真是够看不起朕的啊！陛下，这支部队的领军之人似乎是李超手下头号大将华妃，除此之外，他手下还有一支精锐部队，号称铁血军。朕倒要看看那所谓的铁血军能有多强。子龙，某将在，随朕迎敌。将军，前方出现烟尘，骑兵来袭！列阵！嬴政小儿，不过区5000骑兵罢了，竟然妄想冲击我铁血军的阵列，简直找死！有些意思，不过到此为止了。众将士，随朕破了这乌龟壳！一语所至，生死相随。不好，他们要冲阵了！盾兵往前顶，弓箭手何在？给本将射死他们！射死他们！区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朕面前班门弄斧？陛下，真英雄也！这小儿，给我去死！自量力！这不可能！大将军死了，快跑啊！挡不住了！哈哈哈，真是痛快啊！哈哈哈！陛下，这华妃尸体如何处置？把她的脑袋割下来，快马加鞭，送至西前关。秦政小儿，真该死啊！大将军，事已至此，您务必要振作起来了。眼下我军的处境很不妙，我们必须得冷静应对才行。既然小皇帝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本将军打算放弃西前关，你们是何想法？将军，这可是西前关啊！若是放弃，前京便再无屏障。只要我们拿下皇帝小儿，断了后顾之忧，到时候重新拿回来就是了。自从秦政小儿掌控前京以来，世家们苦不堪言。这些天已经用飞鸽传书的方式秘密联系过本将军了。等我军大军围城之日，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起事，与我军里应外合，助我军破城。将军英明。既然如此，传令全军，今夜连夜撤退，目标前京。该死的，已经整整3个月了，居然连一道关隘都拿不下！报，禀盟主，
紧急军情，李超的逆贼已经从西前关撤走，正往前京方向离去。此言当真？属下绝无虚言。恭喜盟主，贺喜盟主！好，不错，你下去领赏去吧。谢盟主。宋江何在？今李贼已退，本盟主自当引领尔等清君侧，赴国难，开盛世。谨遵盟主令。陛下，紧急军情，贼首李超舍弃了西前关，此刻正率20万大军朝着前京而来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这就坐不住了，这就直接把西前关舍弃了。文和，朕欲要将那李超连同他手下20万大军全部留下来，全部歼灭在前京城下，有何计策？陛下，根据地听情报，李超来的路上一直在纵容麾下的兵卒们烧杀掠掠，故微臣建议，与其让那些粮食便宜了李超，不如我方率先出手，坚壁清野，彻底断绝他的粮草补给。陛下，文和此计虽好，却有伤天和，恐会损及陛下在民间的名义。末将倒觉得文和的计策不错，至于百姓们的愤怒，这个好平息，大不了事后把粮食奉还给他们就行。一旦真的这么做，那我的暴君点接下来肯定可以迎来一波爆炒。陛下，微臣还有一计。哦，陛下可放出消息，3天后将在前午门前公开抄斩李家满门。如此一来，李超定会着急赶路，到时候我们便可提前设想埋伏。好，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文和此计妙也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按文和来办，至于后勤就交给文若了。此战，朕定要让那李超有来无回。在前午门前将我李家满门抄斩，秦仗小儿欺人太甚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加速前进。呀！大将军不可，此乃攻心之举，小皇帝身边定有高人辅佐，此举恐有危险。本将如何不知？但亲属在前，本将如不去救，枉为人子人父。大将军，成大事者应当心狠，不如不必再劝，本将心意已决。更何况本将有20万兵马，秦征小儿若是识相，定不敢动我李氏分毫。希望一切是我多虑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传我军令，加速前进！子龙，请旨。末将在。既然朕的大将军回归，就给他送上一份大礼吧。李琦，不必再藏了，杀！大将军，我军今夜的战损已经初步统计出来了。损失了多少人？我军至少损失了5万兵马。5万兵马，就这么没了？该死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千叮万嘱让尔等不要放松警惕，以防秦征小儿的人袭营。为何会这样？李和何在？大将军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到底是怎么守的营？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你喝酒了！你竟然喝酒了！
若不是这家伙喝酒误事，我军今晚又怎么可能会被袭营？若是没有被袭营，我又怎么可能损失5万兵马？真是该死！李和，你给我去死！我让你死小儿！传我将令，明日攻打前京。我要让那秦政小儿生不如死！皇帝小儿，还不速速放了我李氏一族，开城县辖！开城县辖！皇帝小儿，开城县辖！李超，朕可是等你好久。来人，把李氏一族给我押上来！秦政，我超儿归来，识相的话，赶紧把我解绑！聒噪！来人，给我把李氏一族扔下城墙！秦政，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秦政，你不得好死！超儿一定要为李氏一族报仇啊！秦城，本将军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来人，传令下去，今日进攻乾阳城，杀敌1人，赏纹银10两；杀敌将1人，赏纹银1000两。第一个登上城头之人，赏金1000两。攻下乾阳，人人有赏。下剑！快登城！黄金1000两就在眼前！我的，是我的，1000两黄金是我的。给朕杀光这群逆贼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这样僵持不下，我军士气要崩了！秦卫队，随我上！嬴政小儿，看我3招斩你！狂妄！怎么会这么快？这是什么怪力？哼！一将已死，还有谁？关将军死了！跑啊！跑啊！快跑啊！废物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高先生，我方伤亡如何？大将军，此次攻城，我军共计伤亡7000余，其中至少有4000战死，剩下3000中有大半全部都是重伤，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。按全军出击，我亲自带队，就不信攻不下这前京。大将军，我军刚来就大战，如今士气已崩，再强行攻城只会徒增伤亡，不如暂且退兵，休整1日再做打算。何况城中世家还在等我们消息。那就依先生所言，让那废物多活些10日。
待我们世家里应外合，定要血洗皇室，为我李氏一族陪葬。兵马还是不够，系统，我还有多少残暴值？丁，当前宿主残暴值剩余50万。50万，足够了。诸位，如今大将军已至城下，大家作何打算？老夫觉得，还是按照先前的计划，与大将军里应外合，方为上道。不然，昔日吾等大发国难财之事，那小皇帝必定秋后算账。可今日城头一战，大将军不是败退了吗？今日一败，全因秦政小儿拿李氏一族的死激怒大将军。大将军在没有任何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强行攻城，这才吃了亏。各位想想，大将军麾下可战之军还有10余万，秦政小儿不过区万余人，优势全在大将军。更何况有我们里应外合，抓拿小皇帝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刘家主所言甚是。若能助大将军登上大宝，尔等便都是从龙之臣。日后这大钱的江山，还不是咱们世家说了算？天下土暴君久矣，既如此，这件事儿我谢家参与了。我等也愿参与，愿助大将军。既已决定，大家赶紧各自散去，速速召集家兵司奴，今夜子时动手，千万莫要惊动了那秦政小儿。秦政小儿，自从开国以来，大钱历代都是与世家共天下。你敢动我们的蛋糕，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你是说，今夜此时，城中世家要和李超里应外合，还要助李超登上大宝？好得很！一群国之蛀虫，靠着吸食百姓血害中饱私囊，国难当头不思报国，反倒勾结叛贼，妄图篡国。真当朕这龙女是指无的不成？既然你们想要里应外合，那朕就亲自送你们一程。好，好，好！王天放果然没有辜负本将军。哈哈哈哈哈！传令下去，全军集结，子时一到，立刻攻城，不对，是入城，生擒秦政，屠尽秦氏。大将军不可，此事恐有诈呀！那秦政狡诈多端，怎会毫无防备？哼！诈！城内世家早就恨透了秦征，与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们比我们更想秦征死。更何况我军还有10余万精锐，就算是诈，也能踏平前京。时辰已至，开门迎大将军。事成之后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快开城门，别让大将军等急了。秦政，他怎么来了？诸位莫慌，速速打开城门！只要大将军一到，我等还有机会。哈哈哈！秦丈小儿，你的死期已至。随朕正面破敌。遵旨。城门开了，王天放果然没有骗我。等我登上大宝，必重重有赏。朕的大将军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
怎么可能？这个废物怎么有如此盖世武力？难道这些年真的是伪装的吗？大将军，快逃吧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秦正，此仇我记下了，撤，全军撤退！大将军竟不是秦正小儿的对手，完了，我是刘家的罪人。一朝无我。追！朕要让李超插翅难飞！大将军，此地虽险，但粮草有限，久守必失。且秦正大军就在山外围困，我们如同瓮中之鳖，需尽快想办法突围，去大夏投奔大小姐。突围？秦正手下猛将如云，兵马精锐，我们如今残兵败将，如何突围？只能先在此休整，等敌军松懈再做打算。秦正小儿，若我能活着出去，必带领大夏军队将你碎尸万段，屠尽你大前宗祠。陛下，李超残部躲入深山，负隅顽抗，山林险峻，强攻必损我军兵力。臣有一计，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李超死无葬身之地。文和有何妙计？此山林木繁茂，天干物燥，只需四面放火，火势一起，山林顷刻化作火海，李超3万残兵皆会化为灰烬。陛下，不可啊！火攻山林不仅会烧死敌军，更会烧毁山林植被，殃及周边百姓，有损天和。文若兄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李超叛乱，祸国殃民，图之是替天行道。火攻一计，速战速决，可减少我军伤亡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文和所言极是，李超一族罪该万死，朕何须顾惜？传朕旨意，今夜子时，四面合围，放火烧山。至于百姓那边，文若放心，朕早已想好对策。着火了！大火烧山了！秦正，你好狠毒的计策！高先生，属下在。我恐怕大军这是何意？我恐怕出不去了，还请先生脱身，前往大夏，请我大姐为我复仇。陛下，李超虽逃出火海，但人心已散，士卒离心。臣再施一计，可让其残部不战自溃，亲手将李超绑来献给陛下。文和尽管施计，朕拭目以待。让军中士卒齐唱秦地歌谣，四面散播，日夜不停。我们本是大秦百姓，为何要跟着李超叛犯？家人都在前境，若陛下饶命，我等愿降。残暴李超害我们家破人亡，不如将他绑了，献给陛下赎罪。你们敢背叛我！我是大将军！你不是大将军，你是祸国殃民的逆贼！走！秦胜小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
你李家掌控朝堂，欺压朕5年，叛乱谋反，屠害忠良，满门抄斩都不足以抵罪。今日，朕便送你上路，让你去地下与你李家族人团聚。完了，大将军死了，吾等没机会了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等秦正小儿回来，我们终将必死无疑。如今前境都在秦政的掌控之上，如何能逃脱？老夫有一计，可使世家子弟延续。何计？去拜访儒公魁首郭清河，以儒家大义压制小皇帝，让他不敢对我们族人动手。至于勾结大将军反叛之罪，吾等当全力承担，以自尽为由，保存世家火苗。只是，这郭清河能帮我们？哼！诸位莫忘了，当初郭清河为了做这儒公魁首，吾等京城世家可出了不少力，此事容不得他拒绝。事已至此，就依谢家主所言，大家各自散去，带领族人前去儒宫寻求庇护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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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谛听所报，世家们正率领子弟前去儒宫寻求庇护。儒宫？如今公主可是朕的老师郭清河，她怎么跟世家勾连在一起？哼，正是。不过按照谛听所调查的情况，陛下的这位老师明面上可没这么简单。哦，好一个吃人的老狗！身为儒家魁首，背地里做的竟全是一些丧尽天良之事。传朕命令，大军掉头，前往儒宫。几位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恕老夫无能为力。郭清河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只要你肯帮这个忙，昔日与吾等勾连之事一笔勾销。如若不然，就别怪吾等拖你下水了。你说按照陛下现在的性子，会不会放过你？王天放，你这是在威胁老夫不成？郭魁首，稍安勿躁。这不是你与我们有些旧情，不然我们也不会求到你的头上。这忙只要你肯帮，我们做主，北街那些店面如数归你。虽说现在陛下性子变了，但我终究与他有师徒之情，想必有几分薄面于我。更何况这些家主以死脱罪，又以北街店面赠我，这忙可帮。算了，老夫终归是念旧之人，此事就当我帮你们最后一次。此事过后，我们一笔勾销。若日后尔等族人有人再提，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。这是自然。魁首，不好了！陛下带兵前来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此事老夫已然知晓。吩咐宫内奴仆，让人把这几具尸体抬出去。弟子领命。陛下到来，微臣惶恐。不知郭师的惶恐从何谈起？陛下，
臣擅自主张收留王氏叛臣等人。郭清河，继之居然还敢包庇，莫非认为朕可欺不成？臣不敢。陛下，我大前以儒家治国，子曰：“罪不及父母，祸不及妻儿。”即王氏等人已死，罪责已消。微臣恳请陛下广施仁德，停止杀伐，安抚世家。你在教朕做事？什么时候，陛下居然有了龙威之士？王氏等人叛国，莫非以死脱罪，就想让朕收手？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？他如此行事，杀戮过重，民心惶惶，长久以来必失天下民心。朕杀的是叛乱逆子，图的是祸国殃民之辈。国难之际，京中世家欺压百姓，谋反叛乱，这桩桩件件，若朕饶了他们，才是失了天下民心。郭清河，你确定要阻我？大前从开国以来都是以儒道治国，陛下今若不收手，老夫死后有何颜面面对高祖？郭大人，还真是大义凛然。微臣不敢居功，只要陛下就此收手，如功必扬陛下仁爱之名。仁爱，朕不需要。不过，郭清河，还请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郭清河，你早年制造冤假错案，强夺良田，今又收取贿赂，为逆贼说话，意图动摇朕的江山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冤枉啊！冤枉！来人，将这奸佞之臣拖到前午门，斩首示众。文和，朕命你彻查朝堂，凡收受贿赂、勾结世家妄议朝政者，一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臣遵旨。秦征，你如此残暴，不得好死！别以为你杀了我们大前就能安稳，这大前早就烂了，从根里面烂了。残暴又如何？烂了又如何？朕就不信，凭朕的化气，还杀不出个朗朗大前出来！盟主，如今乱世未平，秦政平定叛乱，兵锋正瓮，我等应整顿军纪，厉兵秣马，防备秦政，而非在此纵情喜乐呀！放肆！本盟主拿下西前关，乃是天大功劳，享乐几日又何妨？秦政不过是个黄毛小儿，侥幸平定叛乱，何足惧哉？来人，将此狂徒拖出去，重打50军棍，逐出大营。盟主，骄兵必败呀！秦政若至，悔之晚矣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陛下，微臣已查明，18路联军攻入西前关后，军纪败坏，纵情喜乐，民心尽失。袁波凯狂妄自大，以为占据西前关便可高枕无忧，实乃井底之蛙。这群乌合之众占据西前关，妄图与朕分庭抗礼。既然他们送上门来，朕便亲自出手，将这18路联军彻底浇灭，一统大前。陛下，联军虽军纪涣散，但毕竟人数众多，
且西涧关地势险要，强攻恐有难度。朕有吕布之勇，麾下猛将如云，精兵无数，区区险关，何足惧哉？传朕旨意，点齐白马一从白袍军，先登死士，陷阵营。朕亲自率军出征西前关，正面击溃联军。遵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秦政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也敢亲自来送死。哼！听说他靠偷袭平定叛乱，如今竟敢直面我18路绵军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西前关地势险要，固若金汤，他没有10万大军，根本攻不进来。秦政小儿，你若识相，立刻下马投降，本盟主可饶你一命，否则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敢在此狂言？谁敢出关与朕一战？谁去斩了这黄毛小儿，扬我联军神威？末将愿往。秦政休狂，某家来会你！快关城门，死守关隘，放箭射死秦诈！秦政小儿，看我射穿你头颅！什么？秦政小儿竟如此神勇！主公无需畏惧，他秦政小儿不过个人勇猛，兵马撑死不过10万。我西前关大军坐镇，粮草充足，在城里死守，他能奈我何？盟主所言极是，西前关城墙数10丈高，他还能飞上来不成？对，耗也耗死他！秦政，你勇猛无双又如何？就你这点兵马，还是回你的前境当缩头乌龟吧！谁告诉你们，朕只有这些兵马？系统，召唤宪征营，全员投放。献君云参见陛下，愿为陛下赴死。先朕之志，有死无伤。哪里来的这么多兵？这是什么妖法？从天而降，这是天兵，是天兵下凡了。我们是在和老天爷作对，不打了，这怎么打？高顺，末将在，给朕破了这龟壳！
军营，前进！怎么可能有天兵？快，这是妖法！快泼黑狗血，淋童子尿！叮铃，误会破线，误会破线！陛下，他们好像在驱邪。高顺用弩车瞄准城门楼，给朕把那群泼脏东西的士兵打下来，太碍眼了。撞！怎么没用啊？难道真的是天兵？妈的，顶住！给老子顶住！门绝对不能破！是啊，陛下，我也是被陛下饶命啊！罪臣都是被蒙蔽了。是啊，陛下，我等皆是被元贼胁迫，心中一直心向大前，心向陛下呀！哼，胁迫？你们在城头讥讽朕时，可不像被胁迫。秦征，你以为你杀了我们就能坐稳这个江山了吗？大夏摄政太后李明珠也是李家血脉，你屠了李家，他必与你不死不休，必带领大军踏平大前。李明珠，朕等他来。丁，恭喜宿主攻灭诸侯，统一全国，现暴君典25万。至于你们，叛军从逆，按律法当斩。当斩，按律法。陛下开恩呀！求陛下给条活路吧！哥，你还活着！陛下，我哥是好人，他是被抓来当兵的。明明统一全国了，可朕为何感觉不到快意？靠杀戮得来的天下，是朕想要的天下吗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意志升华，神级暴君系统升级，解锁分支系统模块。暴君点新增兑换选项，高产2种，新型农部，基础医药，简易功放技术。系统提示：对内仁德，对外强硬，才可成为千古一帝，护大前江山永在。原来如此，真正的帝王，人是对内的，暴是对外的。系统用现有暴君点兑换足以救济关内百姓的粮食。朕今日不杀你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所有叛军编为劳役营，以工代罚，修缮关隘、道路、房屋，劳作优异者，可重入军籍或归家务农。关内粮仓即刻开仓放粮，按户领取，不得争抢。欺压百姓、中饱私囊者，斩！陛下圣明！陛下万岁！招娣、德儿、武儿，还有我李氏全族，秦征，真是好一个暴君！太后，袁伯凯已被秦征斩于西前关，如今秦征骤得大胜，忙于消化战果，想必是我们出手的好机会。哼，秦征隐忍这么多年，初得大胜，必骄必躁。传司马高来见本宫，点齐30万边军进军大前边境。公要趁他根基未稳之时，一击毙命。整个大前，一点我李氏亡魂！陛下真的放粮了，我一家老小有救了。还说陛下是暴君，
暴君能给我们活路吗？陛下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对内仁德，不杀他们。暴君点增长慢下来了，杀人立威易，收心治国难。粮食能解一时之急，可这庞大的疆土，被朕杀空的官位，该由谁来填充？难道真要全靠系统兑换？荀彧、贾诩虽可总理大局，但基层官吏缺口实在太多。系统能换粮换兵，却换不来成千上万熟悉民政、能牧守一方的人，这比30万大军压境更让朕头疼。陛下，讲。荀彧大人命属下禀报，科考时他暗中观察考教，选出27人，名单在此。此27人，或为寒门才子，或为旧吏佐官。荀彧大人已考验过他们，朝堂大事他们皆可胜任，解燃眉之急。不过此事还需陛下亲自官职，才能名正言顺。好，好一个荀彧，真是雪中送炭。传朕旨意，大军休整2日，随后班师回朝。现诸侯已斩，天下初定，但百废待兴，是急需用人的时候。朕今日有3问：一，如何让百姓快速恢复生计？2，国库没钱，如何赚钱？3，怎么选人用人，让政令畅通？陛下，臣有疑问，不吐不快。若陛下答不了，前面说的都是空话。哦，说说看。陛下，您知道民间怎么说您吗？都说您是暴君，光靠杀戮还稳固江山。现在民心不齐，什么良策都没用，这才是最急的事。请陛下好好想想。说完了。说完了，要杀要剐，随您喜欢。但臣的话是为大钱说的，为百姓说的。好，骂得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敢骂朕是暴君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你的话朕知道，但光说没用。周延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巡查御史，赐钦差令牌，代朕巡视天下，查民情，平冤案，打贪官，督新政。4品以下贪官，你可先斩后奏；4品以上抓来见朕，你能不能做到？臣必以死报陛下天恩，辅佐陛下，纵死无悔。现在，朕定3条新政：一，各州县设养济院，官府出钱养孤寡残疾，管吃穿看病； 2，设慈幼局，收留孤儿，请人教他们读书； 3，各乡设学堂，所有孩子满6岁必须上学，学费官府和富户一起出，至少读9年。陛下圣明，这是天大的仁政。陛下，新政是好，但花钱却如流水。去年打仗，今年减税放粮，国库早空了。各地税收没3、5年缓不过来，钱该从哪儿来？
钱的事儿，朕有办法。朕现在要说的东西，你给我记下来。第一个叫玻璃，去挖沙子，按朕给的方子配比，高温熔炼，就能做出透明如水晶、坚硬似玉的宝贝，天下富人必愿千金求购。第二个，新式酿酒法，用更好的蒸馏器反复提纯，朕改良了曲子，这是秘方，就算是天下名酒，在他面前都是水。陛下极有办法解决，只是朝廷不便直接行商，具体买卖还需找会办事的人。文和说的不错，传朕口谕，下朝后，京城内叫各行最大的商人全部到御书房候着，退朝。陛下突然召见，我们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听说他在朝上杀了很多人，现在是轮到我们了，怕是要朝我们的家产补充国库。我们完蛋了！驾到！草民叩谢陛下，我等愿献出全部家财，只求陛下饶草民全家性命。哈哈哈哈哈！朕叫你们来，不是要你们的钱。完了，不要钱，那就是要命了。朕要和你们做笔生意，一起发大财。看来你们不信，把朕东西拿上来。陛下，这是何物？这东西叫玻璃，沙子石头做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这酒是朕的独家方子酿的，天下所有的酒，在他面前都是水。我要你们出人出力，建作坊，跑买卖，赚的钱嘛，朕拿7成，你们凭本事分3成，好好干，依法交税，朕保你们富贵。但谁敢偷工减料、私吞货款，或者把方子泄露出去，朕就诛他9族。草不敢，草不敢！陛下，草民有路子，全国各地都有店铺，定把这宝贝卖遍大钱，卖遍大钱！这东西在海外才是天价。草民有船队，3条大海船，愿意全部献给陛下，组建船队，把货运到倭国高丽、南洋，利润翻10倍、100倍，10倍、100倍。哦，倭国、高丽、南洋，很好，那就备船。这第1趟货物事成了，回去陛下定有重赏。有船靠近，来者不善，快备战！よし、大肥羊，你的货物统统从我们的。我们是大钱船队，亲近船办，这是陛下亲许的贸易，你们敢动，陛下绝不会放过你们！大钱皇帝骗谁呢？一个商船怎么会有皇帝坐镇？よし，这些东西归我们了。人杀光，船烧掉。陛下，全完了！海寇劫船，3条船，货全没了。商船上的人呢？怎么样了？全死了，都
都被他们砍了。朕的子民，他们也敢杀？文和，京城交给你，点齐兵马，朕要亲自去东海，看看这群杂种的脖子硬不硬。陛下，旁边就是我们的商船，想必就是这群海寇了。备船，朕要亲自上去。好大的船，又来飞扬了！小的们，准备捞！等等，他们不像商人。龙纹铠甲，逆帝是谁？朕，大前皇帝。皇帝，真的是皇帝！哈哈哈哈！是皇帝又怎样？这里是老子的海，你有再多兵马又如何？就这几条破船，能奈我何？怎么可能？船上有弩，怎么射得准？放！大海是我们的，我们会报仇，杀光你们沿海的人，抢光你们的女人和财宝。烧杀抢掠，毫无人性。果然，无论哪个时空，这群畜生都一样。报仇，你们没机会了。等朕料理完大夏，朕要倭国、亡国、灭种。这片海上，朕不允许再有任何太阳旗出现。海寇好杀，但是防不住他们次次骚扰，需要有人替朕死死镇守这片海域。系统，消耗暴君点。叮咚，暴君点减5，恭喜宿主抽中名将戚继光。臣戚继光拜见陛下。齐青，朕与你众人，即日起，你为靖海钦差，总督东南沿海一切防务、通商事。臣遵旨。敢问陛下，对海防通商可有明示？以战船、弩炮、新式水师，朕会给你图纸和资源。朕要你扫清沿海所有匪巢，欲寇及剿，绝不通融。臣遵旨，臣在，海关在。海患解决了，可以通商了，新政策也实施了，接下来该专心对付大夏。狼烟，西北出事了！陛下，西北急报，大夏30万大夏铁骑由司马高统领，已连破我边境3关，兵分3路直扑前京，前锋距离京城已不足200里了。李明珠，你倒是会挑时候。传令全军，随朕直取西北。朕倒要看看，是他大夏的30万铁骑印，还是朕的方天画戟力？正好，朕的暴君点也该整一整了。大将军，
刚接飞鸽密报，秦正已反应，正率军赶来。来的倒是挺快。大将军，我军是否集结主力与之决战？决战？不，秦正此人勇猛无双，得从他的弱点出手。传将军令，中军主力暂缓前进，固守以德关隘。你等8人副将，各领5000精骑，以此为起点，分8路深入大前境内，烧杀抢掠。遇见村庄就屠，碰到城镇就掠，焚其屋，杀其民，戮其财。我要让整个大前西北烽烟遍地，哭嚎震天，让这些大前百姓为大将军陪葬。末将领命。出杀！全军冲锋，救百姓，杀光这群畜生！挡住！将军被斩了！陛下呀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终于来了！这群天杀的畜生杀了我的儿子儿媳，还有我的才3岁的孙儿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！是朕来晚了，放心，朕一定会让司马高给你们陪葬的。大将军，急报！第6路偏师遭遇敌军主力，已失去战斗能力。全军覆没，好，很好啊！大将军，秦更既然出现，说明本将军的计策起效了。秦政顾民心切，此时被我军各路偏师的暴行者怒，失去了冷静，已完全被我军牵着鼻子走。传令，命其余7路偏师加大劫掠力度，焚毁更多村庄，制造更大恐慌。本将军将亲率中军20万铁骑，以雷霆之势直扑秦政。要在秦政被各路偏师骚扰的焦头烂额之际，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将其主力一举歼灭。大将军神机妙断，末将等日子追随。陛下，西北20里张家堡方向浓烟冲天，又一路夏军正在屠村，百姓死伤惨重。报，东南30里，李家庄遭袭，夏军骑兵过千，正在纵火。报，正西方向，多处村落遇袭，狼烟四起。报，东北官道附近发现大股夏军游骑，似在劫掠。陛下，我军仅1路。司马高这老贼分8路，烧杀劫掠，四处点火。我军若只守在此处，或只追击其中1路，则其余各处百姓尽成其粉。司马高恶毒至极，
此乃绝户独梦。朕知道，司马高就是要看朕顾此失彼，疲于奔命，但朕不能眼睁睁看着子民被屠戮殆尽。子龙，请旨。末将在。你们各率部队，即刻出击，去各处驱散夏军，解救百姓。陛下不可。如此一来，您身边仅剩县正鼎，如何抵挡司马高20万主力？陛下，司马高主力转瞬即至，此时分兵无异于自断臂膀，请陛下三思。正因司马高主力将至，才必须尽快肃清周边，百姓要救，司马高朕也要杀。放心，立刻执行军令，朕有后手。末将领命，定不辱命，陛下保重。大将军，喜报，前军分兵了，秦政现在兵马所剩无几。秦政啊，秦政，本将军该说你天真吗？还是蠢钝如猪？为些许草民，竟置自身于死地，传令全军加速行军，直取秦政。秦政，抬起头来，看看你身后那为数不多的兵马，再看看本将军身后这20万铁骑。为了救那些蝼蚁般的贱民，你遣将领去救援，如今身边还有几人？真是愚蠢至极！今天我将为大将军报仇！说完了。系统，抽取大军，就地投放。丁，暴君点检时，恭喜宿主获得名将白起和3万大秦锐士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先锋？大秦儿郎，随朕斩将夺旗！那是什么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刚才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大夏情报明明说过，秦政身边仅有数千步骑，这3万重骑从何而来？莫非真有天兵助他？慌什么？不过是一些装神弄鬼的铁罐头。就算他秦政小儿还藏了3万铁骑又如何？我大夏20万精锐，人数仍是其数倍。大将军所言极是，不过是3万铁骑，我20万大军，20个打1个，堆也堆死他们！听从陛下指令，大秦锐士撵过去！给朕杀，一个不留！拦住他，魏将军！魏将军想去陪他们？
马高，你的铁骑大军，朕随手碾碎。追！朕要他的人头！快，把城里所有钱狗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全都给本将军赶到城头上来！秦刚，给本将军站住！我要你立刻退兵，退出30里，不50里，否则本将军现在就下令将这满城数千口人，一个一个从头到脚剁碎了扔下去给你看。从这老家伙开始。司马高，放开他们，出城，与朕一战，朕留你全尸。一战？秦正，你当本将军是傻子吗？出城送人，现在我才是刀俎，你和这些鱼肉都在我的砧板上。立刻退兵！我数到10，1、2。杀了他！快，他上来了，就他一个人，追上去，乱刀砍死！司马高，轮到你了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杀百姓，给老子杀！白起高顺，破城救百姓！大秦锐士，破门，准备入城。秦刚，你放我走！我发誓永不再犯！这些贱民都还给你，饶我一命！血债必须血偿。求陛下饶命！
都起来！逆贼已诛。朕向你们保证，凡我大前子民所在，朕在，国威在。绝不容外敌如此猖狂。30万大军都打不下大钱，司马高这个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秦正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魔？明刀明枪，看来是奈何不了这个怪物了。他武功盖世，用兵如神，硬拼是下策。太后，那难道就此罢手？罢手？不，本宫要让他付出惨痛100倍的代价。传本宫一旨，本宫要让大夏边境全部染上瘟疫。太后，可这若是控制不好，会传入我大夏边境。传入大夏，那就让边境那些贱民先去死，正好消耗些无用的粮食。本宫要的是大前十室9空，瘟疫蔓延，流民四起，秦政顾此失彼，国力大损。到那时，本宫再联络北方诸部，杀入他的大前。本宫要看着他在本宫面前哀嚎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军中将士突发急症，上吐下泻，高烧不止，数人皮肤已现诡异黑斑。带路，朕亲自去看。这是瘟疫！传朕旨意，疫区彻底封锁，病患单独隔离，其衣物用具即刻焚毁。持朕令牌，即刻封锁军中大营，许进不许出，擅离者立斩。系统，消耗暴君点，召唤能治疗朕子民的神医。丁，召唤名医孙思邈。臣孙思邈奉诏前来，愿为陛下分忧。孙先生，军中所患非比寻常，发病急，传变快，正现黑斑、呕泻、黑水，如今已有蔓延之势。陛下莫急，且容微臣一观。此役绝非正常行程，必是人为。人为？此毒毒理诡谲，混杂了数种致阴致邪的秽毒，专攻人体营卫，败坏气血。寻常方药难有速效。可有解法？自然是有。微臣需立即开方，稳住将士气血，只需找到毒源，即可得其专解之药。踢跳！即刻带人彻查全营，掘地3尺，把毒源找出来。臣遵旨。军中数千将士，天下无数百姓，朕托付给先生了。陛下仁德，感天动地，臣必竭尽所能。陛下，请敌听详查，以获铁证。
讲。军中温正绝非天灾，其源头直指大夏皇宫深处的一处秘密温坊。这温坊的主事者，乃是李明珠的义子。李明珠，好狠毒的心肠！竟用此绝户之计，妄图毁朕根基。陛下息怒，瘟疫未完全发散，臣可调整方剂，10日内应可控制。幸得发现尚早，传朕旨意，营中疫区继续严密封锁，一切听从孙先生安排。老臣遵旨。其余将士，从即日起，饮用之水必须煮沸。营中食物统一由未污染粮仓供给，严格查验，若有疏漏，定斩不饶。臣领旨。传令各军加强戒备，防止夏军趁机偷袭。遵命。李明珠，你真当朕的大钱是好欺的吗？待朕将毒源肃清，便是朕亲率铁骑踏平大夏之时。届时，朕定要向那毒灭讨还血债。陛下，幸不辱命。营中染疫将士经7日医治，已悉数退热，在静养旬日便可恢复如初。先生辛苦了，朕的将士和子民一个都没少。托陛下洪福，一个不落，皆已脱险。好，既然将士无碍，瘟疫已清，那么李明珠，你洗干净脖子给朕等着。陛下，李明珠此举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。臣请陛下即刻发兵，征讨此阳，以正天理，以慰冤魂。请陛下发兵，征讨毒妇。朕自登基以来，内平叛乱，外御强敌，所求不过国泰民安。然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李氏一族一而再，再而三挑战朕之底线，杀朕臣民，毁朕江山，竟更用此龌龊毒计，祸乱天下。此仇不报，朕枉为人君；此恨不雪，朕愧对天下子民。朕旨意即日起大前进入战时，以白起为征夏大元帅，总领全军；赵云、高顺、陈庆二为副，集结县军团，白马一从，精锐士及各路精锐。3日后，朕要御驾亲征，兵发大夏。朕要亲手将李明珠的头颅斩下。此战不为开疆拓土，只为讨还公道，涤荡妖痕，不灭大夏，不诛李明珠，誓不还朝。是。陛下圣明，天威浩荡，不灭大夏，誓不还朝。妖后，都是你这妖后惹来的滔天大祸！如今前帝亲率虎狼之师兵临城下，我大夏100年基业就要毁在你手里了！太后，那瘟疫不仅未能拖垮前军，反而让大前攻入我大夏都城，北方诸部都不敢来援，这都是你造的孽呀！妖后祸国，请陛下诛杀妖后，开城纳降，或可保全宗庙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秦圣是人不是神，凭什么他次都能赢？我一杀不死他，大军挡不住他，连老天都帮他！本宫不服，不服！夏文，你是皇帝，下旨调集所有禁军兵马上城死守，与秦政玉石俱焚，快下旨！
母后守不住了啊！城外是秦构，是大前军队，我们投降吧！你敢！本宫杀了你！不好了！守城将军打开西门，献城投降了，前军入城了！他们怎么能开城？本宫是太后，本宫。秦正，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！看看这大夏的江山，这鬼了满地的废物，都是被你逼的，都是你！李明珠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遗言？本宫是要问你，为什么文艺为什么没杀死你？司马高30万大军为什么拦不住你？连这满城软骨头都要背叛本宫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用了什么药方？朕乃大前天子，受命于天。你所依仗的是阴谋诡计，是毒议邪术，是人心贪利，而朕所凭的是煌煌正道，是民心所向，是铁血雄狮。邪终不能胜正，这道理你这毒妇永远不懂。正道民心，就你这暴君也配讲可笑？这世道成王败寇，本宫只是输了，不是错了。秦正，你别得意，就是死也要化作厉鬼，日夜也缠着你，诅咒你，诅咒你的大钱江山永无宁日。你的命，你的罪，需由朕来裁断。子龙，拿下！你是大夏皇帝。前帝陛下，小皇有罪。前帝陛下，小王年幼，受妖后挟制，一切皆是他所为。小王愿率大夏举国归附大前，永世称臣，只求陛下开恩饶命啊！臣等愿降，求陛下开恩。你虽昏庸受制于人，然身为一国之君，未能阻止妖后祸国，亦有失职之罪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削去帝号，降为安乐公，迁居前京，终生不得离京。夏国宗室一并迁入前京看管。谢陛下不杀之恩，谢陛下隆恩。妖后李明珠祸乱宫闱，屠戮宗亲，勾结外敌，散布毒议，罪大恶极，人神共愤。按律当处极刑。朕今日便以这天子剑亲斩此例，告慰西北被屠百姓，告慰军中染狱将士，告慰天下因此毒计而亡的所有无辜生灵。秦正，你不得好死！自即日起，不再有大夏，此地设为大前北江道、西河道。陛下，800里加急，我国趁我军与大夏大战，趁机进军东南沿海。
一个倭国，朕让你们多活几日，你们倒敢趁火打劫，又来犯我海疆！全军听令，改变行程，不去前境了。朕要直捣其巢，灭其国，绝其种，以儆效尤，扬我大前国威于四海。灭我，扬我国威。目标：东南海疆。随朕杀我！陛下，臣有罪。倭寇大部虽已击退，但仍有数百残寇盘踞外海琅琊礁，凭礁石地利叫嚣。臣未能全歼，请陛下责罚。激光辛苦，何罪之有？残寇说什么？他们在礁上插满太阳旗，每日驾小船在射程外巡逻，辱骂陛下，说大前军队再强，难不成能飞过大海？他们说这千里波涛就是天堑，陛下只能望洋成叹，奈何不了他们。天堑，朕面前没有天堑。喂，看狗皇帝，听说你很能打，来呀，游过来杀我呀！哈哈哈！海是我们倭国的，你路上再凶，下了海就是旱鸭子。旱鸭子，滚回岸上去吃土吧！好，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海，朕就让他们死在海里。系统，花费暴君点，抽取舰队，名将。恭喜新主抽中大明舰队，名将郑和。郑和，继光，随朕进军倭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什么？八嘎！不可能！前人哪来这么多船？朕来了，你们谁先死？八嘎！放箭！快放火箭！撞碎他们！左翼3号至7号浮船，1号炮窗，3轮齐射，清场。郑和，清理干净。朕不想再看到一块太阳旗的破布。臣领旨。传令，舰队转向，目标倭国平安京。朕要让那倭国从世上彻底消失。朝上国，为何行无名之事？我倭国愿谢罪，愿赔偿，请退兵。郑和，
开路，白马一走两翼扫荡，大秦锐士压阵。朕要一路平推，直抵平安京。挡路者无论兵民，格杀勿论。见朕之事，有死无伤。朕不想再看到这恶心的东西。全军听令，破城之后，凡有太阳旗处，皆焚；凡配武士刀、着副卒者，皆杀。攻城！上国天子，小国愿永世臣服，岁岁朝贡，请饶命！臣服？朝贡？你们也配？抬起头，看着朕。记住今天，记住朕的脸，因为从今天起，你们的历史结束了。传朕旨意，倭国国号即刻废除。此地设为大前瀛州郡，戚继光为首任郡守，郑和为巡海使，率军镇守，推行大前一切法度。臣领旨。所有参与侵扰大前沿海，所有倭国皇族，拖出去，就地处决，悬守城门。废倭语，毁倭文，焚一切记载其猥琐历史、野蛮神道之典籍。自即日起，灵州郡只说汉语，只书汉字。如敢私藏、传播再说倭语者，杀无赦，夷三族。收缴所有武士刀、铠甲、旌旗，除了助理、助戳头。朕要这里再也找不出一把刀、一面太阳旗。此地再无日出之国，只有大前灵州。尔等皆为戴罪之身，好好学着怎么做个人。陛下驾到！臣恭贺陛下！自陛下临朝，扫平内乱，诛灭诸侯，北破大夏，力挺扫穴，东定瀛州，绝其血脉，西摄诸戎，南服百越。今我大前疆土，东至大海，西接荒漠，北抵草原，南达群岛，普天之下，莫非前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前臣。臣等恭贺陛下一统山河，鼎定乾坤，功业之盛，亘古未有，乃千古一帝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史官，老臣在。今日之言，你如何记？臣自当秉笔直书，在陛下不世之功，千古一帝。只是记功。朕这一路杀诸侯，灭世家，屠夏军，斩领明珠，灭族倭寇，杀的人可以填满江河，骂朕暴君者可排百里。这些你记不记？可陛下亦救民水火，开仓赈饥，办学兴文。若无陛下雷霆手段，何来今日四海宾服，煌煌盛世？你错了，朕要你记的是全部。杀伐
是手段，盛世是结果。朕坐在这里不是来听颂歌的，朕做的是对的、错的、流芳的、遗臭的，你都要原原本本，一字不改，一笔不润，给朕记下来。朕不在乎后人说朕是圣君还是暴君，朕只在乎这江山是否稳固，这百姓是否安乐，这华夏是否再无人敢欺。你的笔要对得起历史，对得起苍生，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，朕担得起。老臣谨遵圣谕，必为陛下为这煌煌大钱留下最真的一页。这天下是朕打下来的，这盛世是朕开创的，而朕的路方才开始。